你会睡不好吗？晚上睡不着，半夜容易醒啊，早上呢又很早醒。但是如果告诉你，只要是特定味道的比例，就可以产生治疗失眠的效果。我们也是想要给大家一个能力，就是你如何根据你自身的状况，可以做味道上的调节。你如何利用它来煮出一个适合你家里这个健康的食谱？你知道，我们做这期节目目的就是其实现在你要好好的应用这个理论，凭空去创造出一个好的养生场。咸酸苦，你想一个，那就凤梨苦瓜汤嘛，凤梨苦瓜汤可以吗？今天阿明师呢，就是要带我的好兄弟萧御医来跟大家讲讲，其实古代中医它除了这些药有什么功效之外，真正有效的不在这个些功效，而是在它有一个底层逻辑。我敢保证这一集的内容你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过，看完这集会让你觉得失眠跟你想的不一样。好，我们欢迎萧御医。Hello， 各位阿明师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萧御医，好久没有上来跟大家见面了。好，老实跟大家说我们在谈失眠，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失眠呢，就像流行音乐里面的一首老歌、经典歌曲，那个翻唱的好歌手实在是太多了。你上网打失眠中医，你会找到100则影片。我们这一集想要做一个冒险，想要做一个尝试，我们如何可以在这100个影片里面脱颖而出，提出的观点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而可以真正对你产生到帮忙。那我们除了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在屋顶和我爱的人，不小心就哼起来了。我想让你知道的是，酸苦甘辛咸这些你常常听到的这些，好像五行五味的东西，它其实临床上是怎么用的？你如何利用它来煮出一个适合你家里这个健康的食谱、养生茶包，或者是在中医师同道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精进我们彼此的医术。那这样听起来，我们今天好像是要展开一个很少人提到的，好像我以前考试认为是废话的东西，就是什么酸苦甘辛咸分别木火土金水。我跟你说，身为中医师，我考过，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吗？你看刚刚阿明师讲到一个我们共同的回忆啦，因为我们是同班同学嘛，我们共同的回忆就是这样。你翻开任何一本中药典籍，第一句话是这个药物的味道跟性味。比如说麻黄苦辛温，这一定是你任何一本典籍，甚至你现在就打开你的 Google 上面打麻黄，你立刻就会看到苦辛温。但是我们通常都背不起来，这考试会考的。但是除了考试会考之外，我也是到最近我才发现，这个东西对疗效是有深远的影响。对，背不起来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用味道来指导我临床。以前人为什么那么无聊啊？因为麻黄，我们刚刚就说它宣肺平喘发汗，那跟它苦辛温有帮助了。可是苦跟辛有什么用啊？我都不知道很像是那些什么炼金术师的一些密码，我都以为是无效的。所以我这边就要给大家一个突破性的观点，就是味道呢，其实是可以用来调节脏腑功能的关键，然后呢，也是可以对脏腑功能产生油门、刹车、离合器这些分别促进、抑制和调节的作用。真的，萧御医，我觉得这一个话题感觉蛮大的，这个要展开，我想应该是几个小时的课程吧。对，所以其实也因为这个理论，我最近也在尝试的做一篇线上课程，专门用来讲味道去如何调节脏腑功能。所以这可能整套的系统没有办法在这边展开，但是我们可以带大家一窥。如果用这套蛮 powerful、蛮有力量的一个观点去看待睡眠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OK， 它很像是我们在我们原本的用药的这个知识上叠加一个东西。我们这边就先不往这边展开，有兴趣的话就是看萧御医师的那个线上课程我们先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讲睡眠好了。如果是酸苦甘辛咸这些味道来调整睡眠的话，它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一句话的结论，如果你这一集影片你只想听一句话，那这几个结论就会是。睡眠我们需要3个味道：第一，咸味；第二，苦味；第三，酸味。任何由这3个味道所组成的任何组合，都可能对睡眠有帮助。那个酸苦咸，然后调睡眠。我说老实话，我站在可能是民众或者是医师的角度，这有点反常识或反我们现在的直觉因为现在总是觉得说我应该在聊什么样的功效会有这个睡眠的这个效果，或者你什么症型，你火气大我就要泻你的火，然后你虚我就要补。可是那这跟味道的关联是什么？我们先讲传统的。好，传统的是这样，失眠通常分成，要么你就是睡不着，要么就是中间会醒来，要么就是早醒嘛。那睡不着的，我们认为是热，我们用什么味道？苦味因为苦的清热那
如果早醒的呢，用什么东西来补？咸味啊、甘味啊。所以啊，其实从结论来看，用的药是一样，只是说啊，这个思路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为了要解释为什么苦味跟咸味对于睡眠有帮助，所以我们创造了热啊、虚啊、郁啊这些字。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睡眠本身心这个脏腑就是由这3个味道来做调节。但如果说我没有味道这个概念的话，那我跟有味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在处理这个失眠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啦，既然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会有同样的结论，有和没有好像没有差，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大幅简化跟实际上我们可以应用的场景。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去找一个安神的中药，那么你就会想，这个东西是苦的，但是它真的有安神的作用吗？但是如果告诉你，只要是特定味道的比例就可以产生治疗失眠的效果，那这时候我们是先决定了味道这个架构，然后再去选有什么东西去符合这个味道，我们能够选的东西就变多了。其实这样听起来解除我一个疑惑，因为刚出道的时候总会想，什么药物对失眠有效，然后放就会没有效嘛。然后开始呢，我们就要见山不是山，就会用说原来这些我以前听起来好像跟失眠无关的，反而在治疗这个患者的失眠效果更好。其实如果用味道这个架构，它就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看似我们没办法治疗失眠的药物，对失眠却帮助这么大。你知道最近大家都在缺药嘛，每一个人都在说酸枣仁现在好贵，没有办法买，怎么办呢？那酸枣仁就安神，我都跟他们讲，我都用乌梅，因为他们同样都是酸的乌梅没有怎么办？那就山茱萸反正挑酸的就可以。意思是我们这道菜这道失眠方也是不够酸如果你看到这里你还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个观点的话，我提一个吧。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做菜的 YouTuber， 我觉得非常有趣他是一个米其林的厨师，他在家里做菜，那种东西是非常豪华的食材。他最后试了一口，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觉得印象深刻。他说好像还是不够酸，可以再酸一点。我觉得可以了，很可以了。硬要很坚持。旁边的人问他说，你是第一次做这道菜吗？他说是，他刚临时想的，因为冰箱就剩这些东西。这是什么意思？真正一个好的厨师，他在脑里的印象是味道的组合，所以他给这一道菜，他第一次做的菜，不是说什么东西少放了，什么东西多放了，而是它就是不够酸，我们需要往酸的方向再调节一点。我认为一个好的中医师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一集我有看，那一集阿陈师他在一个女性主厨她家里的那个嘛，好像说不够酸，那你可以用柑橘类的嘛，也可以用可能优格，也可以用一些可能酸的食材，其实就可以，就会补充不一样的风味。但原则上那个味道的那个组成架构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用酸苦甘辛咸这个架构，可以比较打破我们对药物、药材甚至食材使用在人体的一个限制。对，它模糊了药材和食材中间的那个划分。我们来做个实验吧。我们现在讲讲这3个味道什么时候你应该要多放些什么。我来帮你加一点厨师的想法在里面。比如说啦，我们心脏大概就是分成2个状态，一个叫做心实，一个叫做心虚。心实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火太大了，所以你的整个火气除了失眠之外，你可能还会产生有嘴巴破啦、长痘痘啦，这个叫心实。这个时候你的味道就要往苦味多偏一点点。反过来说，今天如果你是除了失眠之外，你又有比如说心悸啦、针冲代表说你的心脏不够力了。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心悸？说我们去跑步，然后跑步的时候会觉得心悸。心悸是什么象？就心脏不够力，它告诉你该休息啦，该休息啦。所以心悸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心虚的现象。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你的药偏咸一点。如果是这样我就会想，如果站在说我苦味多一点去泻心火，咸味多一点点去补心，咸味补心这边我们就不展开了我们看线上课程那这样子我为什么不要用苦吃苦的药就好？我就单一味黄连，然后咸味的话就单一味大枣，这样就好了，这样子行得通吗？这个就牵涉到一个概念以前我们在谈辩证分型的时候，我们常有一种非实则虚的概念，就2分法、2元对立。今天非阴即阳，非黑即白，非零即一，这种思维方式会让我们说，我到底是心实还是心虚？但我问各位，假设我帮大家统整一下我们刚刚讲过的内容，心实是包含可能有热啦，会睡不着啦，然后同时会嘴巴破可是心虚是关于可能这个会早醒他会有心悸针冲。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患者他这些他都有？有很常见。有些人既睡不着又早醒，这个很常见。所以这种东西不是非实即虚的，症状有一个比例，所以味道在用药上也应该有一个比例。我要弄一个身体喜欢的一个味道处方，它也不是说什么我就冰淇淋我喜欢甜，我就给它甜到死，那就是死甜嘛，我也不喜欢。这样看起来其实一个中医师他面对症状，
好像是在判读怎么讲？我们之前不是讲那个左脑右脑的那个概念，右脑比较偏我身体要的，左脑是大脑想要的。中医师好像是在判读说你的身体、你的右脑，你想要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再煮出那个味道啊，也不是单纯勾逼，就是说一个味道就给它吃到极致。没有错，你这样讲的就完全正确。所以一个中医师的临床思路就从你生什么病，失眠，所以我什么药可以有安眠的效果、安神的效果，然后选择什么样的药，变成了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你身体需要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味道，正确来说是什么样味道的组合。比如说以失眠来说，可能是酸、咸、苦，用什么特定的方式去组合，然后我用什么食材可以满足这些味道的组合。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哈，我们刚开始学做菜的人啊，我们都是按照的食谱嘛，什么东西要量好几克，什么东西要切多少啊，多少分啊，盐跟糖，我最怕碰到的食谱就是盐糖少许，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少许呢？可是实际上有经验的厨师都不是这样干，他们就这样，要尝一点，不够酸啊，不够甜。我认为有经验中医师也是这样，麦把下去啊，我觉得味道应该再酸一点。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们在唬烂哈，这个有一本书叫做《汤易经法》，这个汤易经法有多厉害呢？这个《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说啊，他的方呢都是师法汤易经法来的。可是这个伊尹啊，就这个汤易经法的作者，他可不是医生，他就是个厨师。所以我认为啊，其实中药的第一性原理其实是和这些味道是紧密不可分的。我带一个我在西班牙的一个例子好了，因为我那时候也刚上完那个萧医师的工作坊，再去西班牙。其实我这趟去西班牙是一个伪朝圣之旅，就是我这次去其实一直狂吃美食，吃到后来还肠胃炎的那一种。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呢，吃到胃很胀满啊，很不舒服啊，我也没有带太多的中药在身上的时候，我怎么办？我那时候就是去选橄榄油。那个为什么欧美呢？他们其实会流行用橄榄油养生法。那个时候呢，我就有2款橄榄油，我试了以后，真的橄榄油比较偏甘甜的那种味道，可是其实很粗榨的橄榄油会有一点辛辣的感觉，它有一种那种多酚类那辛辣的感觉，我就发现到有那种多酚类有点入口甘甜啊喉韵辛辣那一种橄榄油，它对于我肠胃那种消胀气反而比较好。我就回头就想到你说皮土的那一个味道组成。皮土它的那个煮的甘辛苦，我要让皮实给它降一点的话，因为太多不好消化的食物了，我其实辛这个味道其实要多一点，一些食材上辛辣的味道啦，然后比较稍微呛一点的味道，辛香料反而对我那个肠胃状况比较有帮助。那另一种比较甜的橄榄油，其实吃了会有点容易腻，没有错。所以其实啊，这一集呢，我们也是想要给大家一个能力，就是你如何根据你自身的状况，可以做味道上的调节。比如说啦，今天你看到市面上一款养生茶，你喝起来，好像是有好睡一点，没错。但是我喝完之后觉得，嘴巴好像就破了。然后很多人觉得啊，火气大了，就不能再吃了，是这样吗？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刚刚讲的辛实辛虚对应咸苦的味道，通常养生茶你去看。就是这3个味道。好，那这样子，小玉，我听完对于说这个失眠啊味道的这个比例，我有点概念了。我现在王明是在网络上随便找了一款，就是有安神功效。先声明哦，我们真是随便找的，真的随便找。如果真的不小心切中，那就抱歉了。对啊，我们随便找。我问ChatGPT了哈，我们认为一个养生茶是跟安神失眠有关系的。那这个养生茶它有道理吗？我们一位来看嘛，比如说像它组成有洋甘菊啊、桂圆花、玫瑰花、茉莉花、罗汉果，大家感觉一下，这吃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我们特别选了一个非常没有药的味道的桂圆，就是我们刚刚特别讲，桂圆就是龙眼肉嘛，它就是带一种甘咸的味道。那其他呢，比如说这种花果类的东西，不管是罗汉果还是各种花，它其实都是偏向酸味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酸配咸的组合。从组成来看，它确实是个入心的安神茶包，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真正要教大家的本领是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厨师他最后试味道的时候，一口应该要再酸一点。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套用到这个茶包，如果你喝了这个茶包，结果你发现好像是有好睡一点，但我嘴巴破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啊，它太往辛实的方向去了一点，火气稍微大了点。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要把咸味减少，酸味增加。所以我会非常鼓励里面把桂圆的量减低，甚至可能桂圆完全不放，甚至减到很少很少，或者是用大枣来取代桂圆。其他酸味的药材，它现在只有罗汉果比较酸，玫瑰花比较酸，也许你再多放一个，比如说像酸枣仁，它也许就可以产生到更好的安神效果。你找不到酸枣仁那种黑黑一颗一颗的五味子也可以，真的不行，家里的乌梅汁混一点进去，也很好。反正原则上多加一点酸就好了嘛，哈。所以说像乌梅啦，那我加一点什么巴萨米口的醋啊，原则上都可以。反而在学理上是 OK， 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你把养生茶包加了巴萨米口醋是什么意思。对，这个酸酸还可以加，我加点柠檬可不可以？这也可以，柠檬皮啦、柑橘类啦，其实都可以让这款茶包
把咸的味道减少，酸的味道增加，它就会更往这个虚的方向更偏一点。这时候也许你就不会上火，同时你又可以获得更好的睡眠。反过来说，今天如果你喝了这个茶包，你觉得就觉得冷冷的。身体都觉得冷冷累累的，是有好睡一点，可是连白天精神都不好了，甚至会觉得有心悸、蒸冲的感觉。那这个地方我如果按以前的想法，我是不是要加一点热一点的温点的药？这个就是误区。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就是身体冷底，我不能喝什么，不能喝什么。整间最多患者这样说，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因为你的茶包太酸了，不够咸。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咸味就像是燃料，它可以让火变大一点，可以让新的火烧得更旺一点，这时候你就不会有冷的现象。所以这时候与其去加一些很辛燥的药，你不如就是把你药往咸偏一点，比如龙眼多加一点龙眼跟大枣一起用。那这时候你的整个药味就会更往温的方向走一点，更往心实正的方向走一点。这时候你就可以同时获得好的精神、好的体力、更好的睡眠。这个地方，许多人可能会想要加点肉桂啊，或什么的。其实加了肉桂反而会怎么样？如果你用肉桂，因为肉桂其实是一种辛味的药，它并不是咸味的药，所以这时候你加了以后，我觉得它可能安神的效果就不会那么好，因为辛味它就不会入到心这个脏腑里面去做调节。我们还是选择用咸味的药再多一点点。这就是我提到刚刚那个例子误区啊。以前我看不起龙眼跟大枣，但是事实上证明龙眼跟大枣，如果你用的对的话，有时候比一些大药还要更好用。这个我觉得就有做出说，以前民众如果用寒热温凉四气来做选择的话，它就会产生的误区，可能就会好像平衡的寒热，可是它不会做到那个疗效。那这个架构我大概就理解了。这边我代替民众这边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你说大枣啊、龙眼都咸那个咸，中医师认为的咸跟我民众妈妈认识的咸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边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误区来源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食物和药在中医的体系里面，就只分成辛咸甘酸苦5种味道，所以一定一个味道里面它一定会有偏向的。我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举咸味为例好了，在厨师界有一种东西叫umami flavor， 比如说一些从海洋里面来的东西，我们说海味，比如说我们吃蛤蜊会觉得它有海味，龙虾有海味，这些有海味的东西，难道它真的是咸的吗？但是在中药里面，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咸味。那比如说你看同样都是甘味的东西，我们刚刚讲的龙眼、大枣的甘味，和我再举另外一区的甘味，比如说山药也是甘味，薏仁也是甘味，大家觉得感觉一样吗？这2种味道你会觉得一样吗？它是甘味，但是一个是甘偏咸，一个就是纯粹的甘味，甚至偏酸一点，比较淡味的。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偏向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慢慢去感觉一下这个咸味。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举一个从龙眼和大枣，我再举第3个的话，这是我自己想的。也许最近的芒果也可以。你如果芒果不家里把它烂掉，你就把它加到你的养生茶里面去。因为为什么？芒果也是一种吃了，身上的火会变大。大家都知道，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吃太多芒果，因为吃芒果会让它发。那龙眼吃了嘴巴会破它确实就有咸味。其实听起来就是说，古代讲咸这个字不是 salty， 而是它有点包括脂味啊、浓郁的感觉、很鲜的感觉，那种其实就是会咸。而且古代其实咸是补心、是上火的所以你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些好吃的东西，你要是皮肤发炎的时候，你真的感冒的时候，真的上火的时候是不能吃的。原因在这里是在于咸，不是在于什么水果会上火啦，或者什么修炼啦，倒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我们也整理一个表格，就是关于我们平常常用的一些食材味道的范畴是什么样的味道，给大家一个入门。这是我们在用那个味道来组成身体的一个 1.0。我们接下来会慢慢的去展开，从这个表格带给大家参考。好，那最后老肖我就是问一个，如果是睡眠，你刚刚说咸酸苦，那我们从这个第一性原理出发，一个妈妈如果我的小孩先生最近考试睡不好，我可以用咸酸苦煮什么样的料理，可以符合这个补心的，让他好睡的这个范畴？你知道我们做这期节目目的就是其实现在你要好好的应用这个理论，凭空捏造，不是凭空去创造出一个好的养生茶。不信你试试看，咸酸苦，你想一个。如果是厨房里的药房进到厨房，那就是苦就苦瓜嘛，酸，最近就凤梨嘛，那还要加点咸，那就腌凤梨嘛，那就凤梨苦瓜汤嘛，凤梨苦瓜汤可以吗？对，然后你会发现你随意这种出来的东西，比如凤梨苦瓜汤，你网络上一搜肯定就有什么清热安神，
跑不掉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试试看，你就在脑里面创造出一个安神的处方，然后你去网络上找，一定可以找到它有安神、清虚热各种功效。因为其实啊，我常常有一个感觉，这些功效其实是中医理论的末流，就好像你知道所有的文明嘛，我们常常讲两河流域，都是从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2条下来的，所有的人类文明循着这2条河展开。如果中药也是一个文明的话，它的文明的起源就是味道，而从味道往下流淌到底下，才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功效。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往上游看了一点。当你具备这个上游更高范畴、更高维度的视角的时候，你俯瞰这一切，你就会觉得很清楚。刚刚我这样听的，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喝咖啡嘛，我之后也会请一个非常厉害的咖啡烘焙师，是代表那个亚洲，就是拿到第一个欧洲的烘焙师冠军的。之后我们再展开，就是喝咖啡，咖啡因会失眠 ，but 就是有些人啊，他说他喝很好的咖啡，包括我自己，反而睡前喝好咖啡会比较好睡耶，这跟这个好像我刚有点灵感耶。其实哈，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中西医不同的视角，或者我们单纯从物质有效成分这个维度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盲区吧。确实，这个真的不敢说了，因为没有任何临床研究证实这一点。但是从临诊上的观察，非常多的患者跟我说，他自己喝那些好咖啡，所谓的好咖啡大概具备几个特色吧，就是通常它的味道是比较纯净的，然后呢，它的味道是比较多层次的，不是只有一种很苦很重，它是后面可能会带有花香啦，会有果香啦，然后可能前中后的味道会不一样，就像香水有前中后调一样。那这些咖啡，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喝完是舒服，而且反而是好睡的。我们常从这个观点来看吧。今天如果一个味道组合是酸苦咸，能够让它变得好睡，如果咖啡同时拥有这些味道，为什么它不行？就是从咖啡因的观点来看，只要是咖啡，应该对睡眠来讲都是负向的。但是因为如果你从味道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味道组合，这样的味道包就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就也许可以尝试的去解释这件事了。那我就要翻译一下，就是说那个酸苦咸里面，像咸，我们刚刚有说它比较偏是浓郁回甘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咖啡一定要有这种鲜甜的那种回甘的味道，还有咸苦。其实我发觉，因为好咖啡跟比较一般的咖啡差别，如果是以抗氧化的角度，化学成分来讲，有足够的多酚类，然后有足够的绿原酸，然后这些反而会抗氧化，让我们好睡。这是我以前用化学成分的认知。但是这样看起来，绿原酸就是酸的味道啊，多酚类其实是偏有点苦的味道。再加上好咖啡它具备的那个咸，其实就完美组成一个失眠调新的味道组成。没错，所以你看，也许古人在品咖啡，假设古人会品咖啡，我猜不会啦哈。但假设古人会品咖啡的话，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发现你里面讲的那些绿原酸，但是他会从他的味觉去察觉到这个东西有酸味，这个东西也许可以拿来治疗失眠。对，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咖啡如果比较普通，没有那个咸、很回甘的感觉，请你那个过3点以后就不要喝了，因为通常它就是咖啡因让你失眠的那一种导向就会比较多了。看目的啦，如果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提神的话，那就其实我听完这集有个感觉是真的在于说，我们中医啊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很庞大知识量，这一点没有错。可是它背后让它更上一个层次那种大道至简，就回到一句话叫做舌尖上的中医啊。好，那我们今天就用舌尖上的中医，我们用失眠版来大家一窥，就是中医的这个第一性原理，5味怎么调整身体。也欢迎呢每个观众如果你有在进厨房的，你有在用一些养生茶的，把你呢使用养生茶你的感受，你怎么煮出一些创意，怎么修正它的，然后你的感受什么，欢迎你把它留言在你的留言区里面，可以分享给其他的民众。阿明师呢，我们再去回复。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些动力、鼓励，还有一些灵感，大家一起创作，让这一个平台可以更有用、有趣又有启发。我们下回见喽，拜拜。拜拜。